嗨，大家好，我是宅男莱恩。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聊盆。看到我的背景就知道啊，其实我应该算是一个绿手指哦。从小跟我爸一起种植物到现在，其实也算是种出一点心得了。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挑盆，我怎么买盆，怎么买到漂亮又好用的盆哦。毕竟大家都说种植物最花钱的，可能不是植物，而是盆。今天我会介绍大家比较常见跟不常见的6种盆，并且分析一下它们的优缺点。我会分成陶盆、瓷盆、塑胶盆、木盆、金属盆跟布盆等6种不同的盆器。让我们一起为春天的种植做准备吧。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陶盆，陶盆应该是大家最常见的选择哦。因为陶盆呢，它既透气又透水，种在里面的植物都会长得特别好。但是陶盆贵的可以超贵，也有比较便宜大众的款式，在花市上都会有看到这种比较基本款的。好，但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这一种日式瓦盆，它边缘有一圈釉，也是我最喜欢的陶盆种类之一。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类型跟品牌吧。现在你们在桌上看到的这些呢，它就叫做塑烧盆，也叫做国际盆，是最常见到的陶盆之一。它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上釉，所以非常的透气透水。但是有几个点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因为它没有上釉的关系，它的强度比较弱，所以蛮容易破的。另外呢，就是它浇水的时候很容易留下这种盐碱化的痕迹，或者是产生一些青苔。我没有很介意啦，我反而很喜欢。但是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哦。接下来我们看到桌上的这一些呢，都叫做日式瓦盆。它跟塑烧盆最大的分别就是它比较厚，而且边缘有一圈釉药，所以它的耐用度更好，也更坚固一点。然后通常它的下面呢会有小高脚，而且有很大的排水孔哦，所以你在做日式盆景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用这样子的盆哦。接下来我们看到桌上的跟我手上的这一个，它是一个意大利的牌子，叫做 Di Roma。在前2年观叶植物热潮的时候大爆红，因为它有所谓的可色的盆哦。它胜在颜值高、质感好，但就是比较贵一点。那我也买了一些，就不要跟我妈说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陶盆界的贵妇 Berks。Berks 有很多造型都极度的漂亮，但也非常的贵。不过它也比一般的塑烧盆更厚实、更耐用一些。像我手上这一颗星球系列，它要价3000多块，可是里面的羽毛三叔只要150，根本就是一个贫穷贵公子的组合。但因为太贵了，我不敢多收，因为破掉会心很痛啊。瓷盆呢，就是有上釉的陶盆，跟你吃饭的碗盘差不多，大多都用在祝贺的花篮啊，或者是大型的盆器上，因为它相对的比较坚固哦。但是大红大绿的我其实真的不喜欢，所以我的瓷盆的造型都比较特别一点，或者是复古的款式。市面上的瓷盆真的太多了，介绍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挑一些比较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你看到桌子上面的这些盆，它们分别来自 H&M Home 跟 Zara Home。它们都是我很常去买盆器的2个地方，因为造型特殊又不贵。像是 H&M Home 的这个猪猪盆啊，它的造型就非常的特别。还有人脸盆，你把所有的植物放进去，都会变成它的头发。我觉得这2个造型都很好看。Zara Home 的呢就比较古典一点了，都是所谓的瓮型，而且它的质感都会比较特殊，不像是 H&M Home 的都是比较光滑的，但是搭配上植物也会非常的有气质哦。不过，如果你要选择瓷盆种植物的话，要注意一件事情，大部分的瓷盆都是没有落水孔的，所以如果你要种植物的话，记得一定要用套盆的方式处理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美国的一个100年历史陶器品牌，叫做 Hager。Hager 虽然在2016年已经倒闭了，但他们家的陶器都非常的美，具有装饰艺术的风格。虽然说实用性很低啦，不过胜在造型跟釉药的质感都非常好，像它的釉药都是带有一些雾面的效果的。我这几个是在 eBay 上面买的，如果你在二手市集有看到的话，请不要犹豫，立刻下手。虽然实用性不高，但就是颜值高啊。接下来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哦，叫做夹钵。
夹钵是什么呢？夹钵是以前在烧陶瓷碗的时候啊，放在窑里面隔绝灰啊、火啊之类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人其实也把它拿来当成种植的一个道具，像我一样。如果你在夹钵里面打了孔或种一些小植物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氛围哦，推荐给大家。再来呢，就是塑胶盆了。你觉得塑胶盆都是便宜的东西吗 ？No， 那可不一定哦。因为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级跟漂亮的塑胶盆器的。但塑胶盆我们最常接触到的都是我们把植物买回来的时候所用塑胶盆盛装的那一种。因为农场在做大量生产的时候，基本上用塑胶盆，它们比较好管控。可是你们家的环境跟农场其实不一样，所以买回来的时候可能要视环境的状况来决定要不要换盆哦。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比较常用，而且我也比较喜欢的塑胶盆吧。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比利时的 EcoPots， 它的特色是它是用回收塑料所重新再制而成的塑胶盆，所以它比一般的塑胶盆来得更厚，而且质感更好，也有非常多不同的造型跟颜色去做选择。如果你不喜欢一般塑胶盆的感觉，建议你可以试试看 EcoPots， 而且它因为是回收塑料再制的关系，所以也相对的环保一点，相对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我很喜欢用来做套盆内里的青山盆，或有些人叫它控根盆。它的特色是它旁边会有像山形一样的折线，而且它的排水孔也会直接开到这个折线上面。为什么它这样做呢？因为它这样可以让它的排水性更好，所以在种植观叶植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用青山盆来去做种植，那你的植物也会长得特别好哦。接下来呢，就是黑胶盆啦。黑胶盆呢是种块根的人最常用的基本款。那它比一般的塑胶盆更厚，也更耐久。当然，造型上也是更帅气一点啦。不过，大多数的黑胶盆底部都没有打孔，所以你买的时候要跟老板注意一下，到底有没有打孔。没有的话，请他帮你打一下哦。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最喜欢的基本款塑胶盆，就是这个。这个塑胶盆呢，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是它造型非常的简洁，第二个是它是咖啡色的，第三个它不会抢掉植物的焦点哦，而且它大大小小尺寸有非常多种。如果你是大型的植物的话，它又很轻，非常的好搬运。我觉得在空间里面搭配植物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它不能抢掉植物的焦点，所以这个盆我非常的喜欢，也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是金属盆了。金属盆其实真的非常见仁见智，我很喜欢，但是我其实并不推荐大家使用啊，因为金属实在太容易导热了。如果你想要在里面把植物种好的话，其实你需要用比较多的技巧，比方说用比较大颗粒的介质啊，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啊，等等的。但如果你还是非常喜欢金属盆的颜值的话，我这边就有一些好料的可以跟你分享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金属盆呢，这两个喇叭型的，上一集 Dalton 的时候有介绍过了，是 Dalton 的植物园系列，非常的漂亮，还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另外，我想要特别说的就是这个是 IKEA 的经典款垂木纹的金属盆，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它的尺寸刚刚好，可以放得下我们刚刚介绍过的青山盆跟控根盆哦。而且 IKEA 的金属盆啊，款式多，价格也不高，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IKEA 参考看看哦。另外，这个我也很喜欢，它是一个牌子叫 MUUBS 的三角金属碗，但因为它没有落水孔的关系，所以完全不适合拿来种植。不过，我们可以拿来放胎球啊，或空气凤梨这种需要低度养护的东西，我觉得都比较适合哦。接下来呢，就是木盆啦。木盆应该是所有的盆里面最可怕的一种，因为如果你在里面种植物啊，它其实会随着时间还有水汽渐渐的烂掉。不过木盆就是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尤其是有一些园艺设计啊，会用漂流木或者是大型的木头去做花盆，那个就必须要再做一些防水的处理。只是我们在家里面用木盆的话，要怎么做呢？可能会需要一些特别的照顾。我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喜欢的木盆的样式，还有怎么种花吧。接下来你们看到桌上的这一系列呢，是 H&M Home 的芒果木花盆系列。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有拼接的质感。不过木盆就是怕坏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木盆里面种花呢？有2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是我们用套盆的方式种，当你植物要浇水的时候，拿出来浇，浇完之后再放回去，里面记得铺上塑胶的集水盆，这样子的话，你的木盆可以维持的比较久一点。第2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干脆种假的植物，看。植物不一定要是真的，只要可以符合你们居家的陈列风格，我觉得都是 OK 的，又可以让木盆维持比较久的时间，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哦。接下来呢就是布盆啦，布盆可以分成套盆或者是美植袋。美植袋因为移植方便的关系，所以很常拿来种树跟园艺上的陈列。它就是一个布织布做成的立体圆筒，虽然有不同的牌子，但是它的透水度跟透气性都非常的好。不过我会建议你不要在室内用，在室外用会比较好，因为你浇水的时候它会流得到处都是。在室内用的话，你会清得很辛苦哦。所以如果你有户外的花园或是阳台的话，用美植袋也许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哦。我布盆用的比较少，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是 Root Pouch 的植物袋，它是用环保回收的保特瓶纤维所做的，带有2个提把。通常我都拿来种木本的植物，因为它比较大，这样也方便我移动。但也很多人拿来种蔬菜，这样可以追着你的阳光去跑。但是也请记得一定要放在阳台哦，不然浇水的时候会弄得到处都是哦。最后的最后，盆要去哪里买呢？我自己是没有特定的购买点，都到处收集。但如果你在大台北地区的话，你可以去承德路的大台北联合花市，里面有一间丰苑景观设计，它的盆很多，而且也很便宜。或者是台中有一间专门卖高级盆器的店，叫 Poti Pienta， 我还没有去过，下次如果去了再跟大家分享。以上，我是早安莱恩，关注我的频道，让你的钱消失的更有价值。我们下次见啦！哈！重来一遍。哦天哪，我的后面背好热。